昨天我不是发了一期视频，我说江西省精神病院2个月的药都被我吐了嘛，结果跑过来一群人质疑我，他说啊，怎么可能呢？精神病院的药是你说吐就吐的吗？你为什么不承认你就是精神病院灌2个月的药治好的呢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我本人是非常欢迎各位来质疑我的。如果大家对我有什么质疑的话，可以打在我的评论区。如果我觉得你的问题有价值的话，我会专门录一期视频来回复你。今天我就用江西省精神病院给我的出院证明来回答一下大家，为什么我不可能是被江西省精神病院2个月的时间治好的。首先啊，这个精神病到底2个月的时间能不能治好？包括说，如果2个月的时间就能治好的精神病，它到底需不需要强制住院治疗？这些问题我都不想多谈。我们今天就单拿江西省精神病院给我的这个出院记录来说事。这份记录也是提交到法庭上的，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。这上面是这样写的啊，患者因反复发脾气，人际关系不稳10余年。这10年呢，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独居的状态。连我的家人跟朋友都不知道我爱发脾气，什么人际关系不稳，他知道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10年都是跟他一起过的呢。说不定睡一张床过的，他知道的这么清楚。加上伴有寻衅滋事入院。什么叫寻衅滋事？被辅警摸了，举报辅警叫寻衅滋事？入院体格检查。双腿、小腿处有多处淤青，未检出其他阳性体征。这个就更好笑了，他为什么加上这么一条呢？因为在出院的当天，他发现我腿上被他们搞出了很多淤青，就是绑啊、打啊什么的。然后他怕我追究医院的责任，他就特意加上这么一条，就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带着这些淤青来的。那如果说我是带着这些淤青来的，请问2个月的时间，这些淤青还没有消掉吗？你还是一个学医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入院经检可及患者思维及行为方式长期稳定偏离正常行为模式。我也不知道他所谓的这个正常行为模式是什么。表现偏执敏感，以自我为中心。那怎么的？我不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以你为中心呗。反复抱怨争辩，记仇易报复。就整个这个出院小节，我对于这句话我真的是非常肯定的。记仇易报复，我可太爱报复了啊！你小心一点。将所有的事情责任归咎于他人身上，那怎么的？我被你关到精神病院，我不归咎到你身上，我归咎到我自己身上呗。情绪不稳定，哪个人在精神病院情绪能稳定？你告诉我。在病区不遵守制度及规定。重点来了，在病区不遵守制度及规定，极其不配合治疗。注意，这是他自己写的，极其不配合治疗，常有言语威胁，甚至冲动行为。威胁辱骂病友、医护人员。他说我威胁辱骂医护人员，存在明显的适应不良现象。入院后深入精检，还发现患者存在明显的强迫症，无自制力。对，这就是他给我的评价。所以就是那些说我被江西省精神病院治好了的，我真的觉得可能他们医院都不觉得他们有这个功能呢。